人蔡其一。因武汉肺炎全球肆虐，造成人民财富与生命的危险。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耳鼻喉科蔡耀的医师来跟大家分享相关资讯，欢迎蔡医师。主持人好，各位呼吸道学会的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嘉义长庚耳鼻喉科蔡耀的医师。那因武汉肺炎的肆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议题，它是探讨空气、环境以及个人装备受到病患污染的状况的分析。这是一篇发表在2020年3月初《JAMA》这个医学期刊的一个文章，主要的指导的执行地区是新加坡。那它针对了3位病人进行了他们病逝的环境采样。那我们现在针对这个环境采样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个是在病症非相对轻微的病患房间里面，其实环境中普遍着都可以验出阳性的冠状病毒反应，这暗示着说，新冠肺炎不光皆有飞沫传染，其实环境中也是很重要的传染媒介。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一直强调洗手它的重要性。第二是在马桶以及测试的洗手台上，他们发现冠状病毒的存在量是持续的，而且在清洁过后还有可能所谓的复阳，就是又发生。所以这也暗示着是否病患的排泄物确实会成为一个可能的传染媒介。第三是，无论是在有症状或无症状的病逝房间，在经过人为的清洁和消毒之后，就无法再采集到冠状病毒。这个暗示着2个重点：第一个是目前当前的清洁效果方式是有效的，那清洁方式我们稍后会提。第二个点是说，清洁必须要够全面，绝对不是进来把地板拖过一次我们就觉得干净，绝对不是的。来，最后一点是说，即便环境采样普遍存在着大量的良性病毒，可是实际上空气的采样却是阴性的，只能在排风口收集到局部的病毒简体。这也暗示着这支新冠病毒本身还并没有到所谓的空气传播的媒介，可是确实它有可能附着在我们喷嚏啦、咳嗽啦这些微小的唾液或分泌物粒子进行远距离传播。那刚刚有提到要进行一个有效的清洁方式，这篇新加坡的文献它也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包括了每天要2次使用5000 ppm 的次氯酸水消毒病室里高接触区域。那高接触区域我们等一下会提及。另外就是地板的部分，则是使用1000 ppm 的次氯酸水进行消毒。那这篇文章其实它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分析，我们现在也把这个所谓的高接触区域做一个探讨。从一开始病患的床尾、床的边缘，到病患的椅子、电器开关、床边的听诊器、窗户、门把。这里所谓的窗户和门，就是它的接触的空间。其实病患本身并不会直接去触摸到窗户的内侧或者门板的内侧，可是重点是这边一样采得到病毒哦。那另外就是地板、马桶、洗手台、排风口，基本上都是有阳性的病毒简体，除了在空气它是阴性的，采集不到的。所以这再次强调说，这个病毒其实广泛的存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如何做好清洁消毒相当重要。那也因为它采集的位置非常的多样，换句话说，我们在清洁病室的过程，绝对不是只有拖地板，你包括了椅子啦、开关啦、床缘啦、门板、窗户内侧，也都要同时用次氯酸水溶液或者75%的酒精进行消毒，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完整清洁。